Hello， 各位爱辩者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芙琳。不管是黑猫白猫，能作为书签的都是好猫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猫咪，小小的织片，透过换色的方式来诠释猫咪的花色。无论是温柔的奶牛猫、帅气的虎斑猫，都能满足你的猫奴心。将它夹在书本当中，或者是点缀在发间，都能带来满满的疗愈感。选择一只你最爱的喵星人，陪伴你的每一天吧。现在可以选用4股牛奶棉，搭配 2.5 毫米的钩针。另外准备了一些不织布，成品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这里的示范我以虎斑猫为例，我们会从它的肚子开始，以浅棕色锁边起针，基础行7个锁针，7个锁针结束，第一圈返回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先连续5个短针，钩织短针时，钩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，钩织10字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这里的短针都使用10字短针，连续的5个短针。接着剩下最后一个针目，在最后的针目上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3个短针。小括号内容结束，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从下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5个短针。这一圈的最后一个短针会落在起始钩织的那个锁针上，接着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2圈先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第一个针目先进行1次加针，1次的加针就是在同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，每一圈的第一个短针都放上记号扣，这里是结尾要引拔相连的地方。接着第一个针目里的第2个短针，接着连续3短针，3短针结束，我们要钩猫咪的前肢4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调它背后的横向线条，也就是里衫，调里衫连续3个短针。接着回到第一圈的下个针目，钩织1个短针，这是在第一圈针目上的第6个短针，放上记号扣。接着在连续的3个针目上各加1针，连续3次加针结束1个短针。接着是猫咪的另一个前肢，同样4锁针，再返回，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调里衫，连续3个短针。再回到第一圈的下个针目开始，连续3个短针。回到第一圈所钩的这个第14个短针，我放上记号扣。接着剩下最后一个针目，进行1次加针。第2圈结束，这里会是第一圈的引拔针，我们跳过它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
第3圈同样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先一个短针，接着一次加针，连续3个短针，接着我们会遇到它的前枝，我们将前枝折向前方，接着在做记号扣的地方钩织下一个短针，之后重复中括号的内容，一个针目一短针，一个针目一加针，中括号的内容一共重复3次。中括号重复结束，再一个短针，遇到另一个前枝，同样也是越过它，从做记号扣的地方开始，连续3个短针，而最后一个针目一次加针，而这里会是上一圈的引拔针目，它不算针数。我们在第3圈的第一个短针上进行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第4圈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第一个针目一个短针，接着是它的后脚3个锁针，也是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调里3，连续2个短针，再回到第3圈的下个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，而下个针目因为要换色，因此我们在这个短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以虎斑的颜色来完成挂线钩出。而在下个针目，我们要以栗色钩织一个短针，以及浅棕色一个短针，因此在短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都会进行换色。在同个针目里再一个浅棕的短针，而因为下个颜色又会换色，也是用栗色来完成这个短针。第3个针目上各钩了一个颜色的短针，而接下来的3个针目会有连续的换色。下个针目以栗色一个短针，换色。下个针目棕色一个短针，换色。而下个针目一个栗色的引拔针，而在引拔的时候以浅棕色来引拔。接着以浅棕色连续2个引拔针，浅棕色的第2个引拔针时，又换成栗色。接着下个针目钩织小括号内容，一个栗色的中长针，栗色中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换成浅棕色。同一个针目再以棕色一个中长针，再换线。下个针目同样钩织小括号内容，栗色一个中长针，浅棕一个中长针。接着是猫咪的耳朵，浅棕继续2个锁针，再返回，在倒数第2个锁针的里3上一个引拔针，再挑起上个中长针的一条线，钩织一个短针，并同时换线。再回到第3圈的下个针目开始，以栗色连续3个短针，
绿色的最后一个短针，再换色，以浅棕色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是耳朵2锁针，返回再倒数第2个锁针的里山1个引拔针，再挑起上个短针的一条线，钩织1个短针，并同时换线。再回到第3圈的下个针目，钩织小括号内容，1个绿色的中长针，1个浅棕色的中长针。而下个针目，1个绿色的中长针，以及1个浅棕色的短针。接着以浅棕色连续2次引拔，在第2个引拔针时换线，下个针目1个绿色的短针，在下个针目以浅棕1个短针，下个针目钩织小括号内容，绿色1短针，浅棕1短针。接着是它的后脚，下个针目1个短针加3锁针，返回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里山连续2个短针，接着回到第3圈的下个针目1个短针，再引拔到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引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引2个颜色的线进行引拔，接着以2条颜色钩织锁针来诠释尾巴的花纹。如果你准备做书签，可以增加锁针的钩织数量。锁针钩织结束，断线。接着我们取黑色的绣线，在脸部中央第2圈到第3圈之间为它绣表情。如果你家猫咪的鼻子是粉色，那么可以调整成粉色来为它绣鼻子。因为我们是透过连续换色的方式来钩织，因此在织物的背面线头会比较凌乱。若懒得处理这些线头，我们可以按照猫咪的轮廓剪下一块不织布盖住织物的后方。而猫咪的尾巴部分，将线头修剪掉之后，可以沾少许的接着剂来固定它，以避免脱落。这样这个猫咪就完成啦。你可以应用在发夹上作为一个发饰，或者加长它的尾巴做成一个书签，都非常的别致又可爱。我们可以依照之前所述的换色原则，按照你的喜好钩织出各种花色独一无二的猫咪，带来满满的疗愈感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